她明明是个女儿身，可父亲却让她代替哥哥从军，扮作何家长子何如妃，因为她从小就是哥哥铺路的妻子，自幼就被迫戴上一副男儿的面具，只要摘下来就会遭到父亲毒打。如今她不仅立下赫赫战功，还成了威震天下的飞鸿将军。可等她功成名就返回家中时，父亲却是一改往日的态度，让他将飞鸿将军的名号让给哥哥，更是狠心毒瞎了他的双眼，随后为兄长将他扔下悬崖自生自灭。也许是上天怜悯，竟让他重生到了刚参军的这一年。为了复仇，他果断地摘掉了面具，以真面目再次参军，却碰到了失控的烈马扑面而来。危机时刻，何晏纵身一跃，拉着马鞭快步坐在马背上，凭着上一世的驯马技术，成功驯服了失控的烈马。没想到何晏这驯马的一幕被一旁的萧诀对他产生了敌意，因为他也是重生之人。想到上一世父亲被何家暗算惨死，背负一世骂名，如今看到何晏用何家军独有的驯马方式，便更加的误以为何晏是派来的戏子，便故意让他抗着重物在军营跑10圈，只要没按点早起就给他们泼一盆冷水过去。你起挺早啊。意识到身份要暴露的何晏只好假装隐藏实力，故意在众人面前出丑，将手中的枪掉落在了地上，嘲笑声瞬间响透了整个军营。可就在半夜，何晏偷偷在温泉内泡澡时，没想到萧诀却将他当成了刺客，吓得何晏急忙施展功力逃走，以为萧诀在这夜色朦胧内并不会看清他的身份。殊不知萧诀通过他的体型早已看穿了他。果然没多久，何晏为了在军营站住脚跟，与众人再一次比试了一把弓箭，见胖子一把射中靶心，何晏却没有退缩，而是转身往后走出了100米之外。一旁的士兵还以为何晏这是要输了，没想到下一步何晏转身就拉起了弓箭，这让所有人都不禁对他刮目相看。然而就在何晏带人外出时，胖子却私自带人擅自跑去打猎，导致被狼群围攻，危在旦夕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幸亏何晏及时赶到，以一人拼死将狼群引到了另一边。可一人哪能抵抗狼群的攻击，没一会就被狼群咬成了重伤，幸亏跌入山洞才逃过一劫。忍痛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绑在了胳膊上，可随着伤势越来越恶化，他的体温也逐渐开始下降。为活下去，他强撑着伤痛拼命爬到了饿狼的尸体边，利用饿狼尸体上的温度，这才没让他被冻死。以为队友安全后会来搭救自己，没想到被他救下来的士兵压根都不想搭救他，这让重伤的胖子再也看不下去。老子自己去，老子从小在山里长大，我不怕那几头畜生，自己去。还好萧诀及时回来，越过狼群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何晏。没想到正是这一次的身体触碰，让何晏的身份彻底暴露。女子，一个女子不远千里来叶州投军，究竟有何意图？但萧诀并没有说开，或许是因为欣赏何晏，为了救战友而不顾自身安危，这样的人并不像奸细，于是装作不知道，继续暗中调查。回到军营已经是早上了，何晏被战友们搀扶着回去，而有了这次经历，原本不服他管教的王霸等人，此刻都对他敬佩不已。不久后的征旗比赛，5人团结一致，加上何晏老套的经验，成功夺得了15面旗帜。何晏十分激动，原以为进入精英班的人就是自己无疑，不想因为萧诀怀疑他卧底的身份，竟然把名额给了别人，这让何晏很是不服。喝醉后气冲冲跑到他的营帐，萧诀，你太过分了！质问萧诀为什么不让自己进入9期营。我叶州卫第一，是一个挺好的人，你没眼光。这时萧诀注意到外面有人在监视，但其实何晏也知道他为什么不选自己，因为他怀疑雷侯是奸细。原来从上次和雷侯比武时，何晏就发现他卧底的身份，萧诀故意选他进入9期营，就是为了试探他。怎么样，我聪明吧？但是聪明的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。我何晏总有一天定会登朝封将的。随后何晏看到自己曾经的佩剑，忍不住拔出来耍了一套醉剑，还意外砍了萧诀的情。意识到萧诀真的生气了，何晏竟开始卖惨，可怜兮兮地抱住他。萧诀，你喜欢我吗？醉酒的何晏怎么都想不通萧诀为什么不让自己进9期营，毕竟自己要容貌有容貌，要能力有能力，身高也还行，怎么想都觉得是他眼光有问题。不想他说出来的话跟淬了毒一样。你有身高吗？气不过的何晏再次拿起剑乱砍，生怕他伤到自己。萧诀想把剑抢过来，不料争抢中何晏意外绊倒，萧诀连忙护住他的头，防止他受伤。而在何晏闹了这一出之后，没想到萧诀竟然把自己的床让给他睡。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？他一定是看出来了你体质奇特。程礼素的话让何晏不由得怀疑萧诀是不是察觉了自己女子的身份。就在何晏想着怎样跟萧诀道歉时，突然看到一个断指的男人。他想到当初自己瞎眼时，就是他奉何如妃的命令追杀自己，可打听却发现他竟是叶州知县的人，是过来给萧诀送请柬的。可他明明是何如妃的人。何晏怀疑何如妃是不是和叶州知县有什么阴招要对付萧诀，知县还点名要程礼素一起去，刚好他不想去，于是何晏顺水推舟，便假扮成程礼素跟萧诀前去赴宴，是为威胁何晏晚上不能离开房间。而何晏自然不会乖乖听话，一有机会就偷偷溜了出来。
他必须打探清楚何如飞到底计划干什么。他一路跟踪杀手来到青楼，发现他带着一群舞姬出去。为了接近他，何燕不得不装扮成舞姬模样。随后，何燕被当成舞姬拉上台表演。本来他舞剑舞得好好的，不料弹剑的动作让楚昭发现了他之前是女扮男装。这时萧绝破天荒的进来青楼，一眼就认出台上的舞姬是何燕。何燕还担心自己被认出是女孩，吓得一愣神，崴了下脚。这下怎么也跟不上音乐的节奏，台下的人纷纷让他下台。楚昭当即吹起笛子给他配乐，让何燕完美的将曲子跳完。萧绝心血来潮的送他一朵花，离开时两人擦肩而过。何燕的反差让萧绝感慨不已，偏偏还不知道已经暴露的何燕还自信得很。换回男装后，他意外发现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绑架千金小姐，而且强掳女孩的是知县的儿子。殊不知这根本就是楚昭故意搞的。萧绝和楚昭见面，两人以前就认识，这一次楚昭奉命来耶州巡查，两人心里各怀鬼胎，嘴上却和气的说着日常。何燕离开时遮遮掩掩的，不料还是被楚昭给看到了。何燕恰与楚昭出现在一处，楚昭就如此迷住何燕，莫非他们早已相识？萧绝找借口离开这里，何燕化身英雄从天而降，刷刷刷几下将绑架女孩的贼匪打倒。宋淘淘的眼睛里都快冒出星星，他说自己是逃婚出来的，没想到路过这里被拐走，还好被恩公给救下。听到这个名字，何燕想起当初他还是何如飞时，这个宋淘淘差一点成了他的未婚妻。没想到两人这么有缘，宋淘淘根本不知道是谁管他，只听到手下叫他孙大少，正是知县孙祥福的儿子。还没等何燕自报家门，追着宋姑娘的人已经过来搜查了。何燕不顾危险安慰宋姑娘她来处理，两人换上衣服扮成男子，不料还是被孙玲认出来。何燕装成一副纨绔的样子，劝他们好好去打听一下他舅舅是谁。我舅舅乃当今陛下亲封风云将军、右军都督萧二公子，还敢抓我吗？孙玲嘲笑，就算是萧绝又怎样？今天他就要当着萧绝的面，让他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没想到下一秒萧绝真的出现了，何燕连忙跑到他后面躲起来。孙玲问手下萧绝到了没，得到人还没到的消息。他说萧绝冒认朝廷命官是不小活，说着就要动手殴打，却被萧绝反手甩到地上。孙知县赶过来看到萧绝，吓得连忙跪地求饶，当着他们的面打了儿子一顿，说回去就把他腿打折给萧绝出气。眼见萧绝还是没有要原谅的意思，他又可怜兮兮地说这是唯一的，要是死了他就绝后了。令郎把我认错了不要紧，这兵部巡查使还没来，令郎下回要是把兵部巡查使给认成了冒牌货，那要的可能就是他的性命了。不会。看他们态度诚恳，萧绝便没有为难他们。随后何燕将救了陶陶一事告诉萧绝，不想陶陶竟然认识萧绝，原来他在和何如飞退亲后，又跟程礼素定了亲。不过陶陶看得出来，眼前这个程礼素并非是真的，毕竟他知道的他只是一个柔弱的大夫，而陶陶这次出来其实就是为了过来抓程礼素回去退婚的，所以请求萧绝能带他一起回去。不过萧绝却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了何燕，毕竟这是他救的人。随后他们在街上发现最近有许多年轻女孩失踪，可他们明明知道就是那个知县的儿子干的，但碍于他们的权势只能忍气吞声。有些人想要讨公道去击鼓鸣冤，却反被他们打个半死。看来很多姑娘都不如你幸福。看出他的害怕，何燕安慰他自己会一直在。我就知道何大哥对我最好了。隔天，萧绝带着何燕参加了孙知县的鸿门宴。此前孙知县就一直以钱库亏空不给军队发军饷，如今却以美酒佳肴招待他们。对此，萧绝提出和作为巡查使的楚昭一起查一查税部。孙知县闻言再也笑不出来了。为了缓解尴尬，他叫来歌舞助兴。不想等舞姬进来后，大门竟被关上。警惕的何燕想到何如飞的手下丁一带的舞姬就是这帮人，立马意识到是何如飞和孙知县联手要对付萧绝。于是，在看到丁一送进来的酒，便故意要跟萧绝敬酒，趁机打翻他的杯子。果然发现酒中被下了毒。此时，杀手假扮的舞姬也不再隐藏，拔出腰间的软剑就要杀了萧绝。眼看萧绝独自应对杀手，何燕随即出来帮忙。不过此时他毕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程礼素，不能表现得太明显。就这样，何燕在一声声救命中将杀手反杀。彼时萧绝也成功将所有杀手制服。不料这时丁一给了舞姬一个手势，但幸好被何燕及时发现，帮萧绝将毒粉挡了下来。看到何燕出事，萧绝当即将舞姬解决。不料最后的活口也选择了咬舌自尽。而一旁的何燕猛然发现自己的眼睛看不见了。又是刺客，又是毒酒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对此，孙知县连忙推脱这件事跟自己没有关系，并表示他一定会找出凶手。所以在找出凶手前，萧绝便顺势住了下来，好伺机寻找税部。